超强台风雷神肆虐小日子国，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雷神正朝我国袭来，预计10日后登陆水城，将带来千年一遇的持续性特大暴雨。大家都看到了，水城地势低洼，旁边的拇指山水库高于城区100余米。如果暴雨来袭，水库决堤，那后果可就不堪设想。经市里研究决定，挖一条从拇指山水库到都江的人工运河，河道总长度60公里，预算20个亿，限期10日内完成。在座的各位都是这个行业的领军人物，谁能接下这个工程？预算虽然充足，但时间太短，谁敢接呀？10天时间60公里，这神仙也完不成。这个项目意义非凡，完不成就完蛋了。不行，不能接。吃力不讨好，反正我不接。如果大家觉得一家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工程量，可以联起手来合作共赢嘛，预算绝对充足。各位，这关系一座城一方百姓的关键时刻，你们有没有一点担当？一群懦夫！平日里跑的项目跑得比谁都快，关键时刻连屁都不敢放。陈总督，省里来电，问需不需要帮忙疏散群众。疏散？真要让800万水城百姓撤离城市吗？老赵，不是让你去北部联系建筑公司去了吗？你怎么在这里？总督，咱水城就有真神，烧香拜佛，何必跑那么远呢？什么意思？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叫秦风，是神风建筑公司的老板，他可以接下人工运河工程。神风建筑公司，咱们水城有这好公司？没听过呀，不会是外省来的大老板吧？哦，想起来了，这个神风呢，就是我们水城的一个小公司。上个月呢，还从我这分包了一个拉土方的小项目。老赵，怎么连你也不靠谱了？赶紧把人带走，这活可不一般人能搞定的。陈总督，我可以向您保证，我一定可以完成任务。就凭你那快要破产的小公司，也能完成这么大的工程？怕不是你来骗工程款的吧？就是，我们这么多大公司都不敢接这个工程，你凭什么？当然是凭我有系统。宿主秦风，财富0.18万，知名度5800，可购买5笔解锁商品：巨型挖掘机、巨型破石机。温馨提示：宿主提升知名度，可解锁新的商品，也可以使用知名度购买商品，升级建筑系统，助力宿主成为这个世界的建筑之神。这就是我的系统，主角必备的金手指。老赵，我可以向你保证，小秦肯定能完成这个项目，因为他是秦大海的儿子。秦大海是谁啊？我有点印象，这个秦大海好像以前也是水城建筑行业的一个大老板。这个秦大海不简单，当年一手创办神风，手下几百辆的百吨王大卡车。要不是上面下了政策，不让百吨王上路，我的建工集团也不是他的对手。你就是秦大海的儿子。他当年虽然不守规矩，犯下了很多祸事，但这水城一半都是他手下百吨王拉起来的。老赵这么相信你，我就不说什么了，签合同吧。不用这么着急，陈总督，这个工程我可以接，但是呢，有3个条件。你说，这第一呢，我要开启绿色通道，确保我的运输车辆不会堵车。可以。第二，我要进行24小时作业，通电和扰民的问题呢，还希望领导帮忙解决。没问题。这第三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的车辆必须超车，不然没法完工。特殊事情特殊处理，我允许你的车辆想怎么拉就怎么拉，只要能保证河道按时完工，你就是水城的大功臣。总督放心，我秦风啊，也是水城人，我的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天灾当头，我一定会尽力完成的。好样的，小伙子，年轻人有担当，不像一些老家伙赚水城人的钱，不管水城人的命。来签合同，1期工程款很快打给你。谢谢钱总督。哇，这车真大呀！爸爸，这些车可是爸爸的大宝贝。陈老板来了，你去把兄弟们都喊来，一人领1箱红牛。接下来的活不容易，
让兄弟们都上点心。我这就去。爸，等我长大，我也要开这么大的车。这车啊，可没那么好开。这里好久没人来了，你找谁啊？李大爷，我是秦风。小金总啊，今天怎么有空来这儿？李大爷，把门打开吧，我要启动里边停着的百吨王。什么？你真的要启动这些大家伙？他们不是不让上路吗？从今天开始，可以了。好啊，我在这里守了10几年，就盼着这一天呢。我这就开门。老伙计们要上路了。小金总啊，这大家伙可都是改装的，一般的卡车司机根本驾驭不了。要想开动他们呀，还要把原来的司机给找回来。我知道，从我小时候起，您就在这里看大门了，跟他们最熟，联系他们的事情可以交给你了。没问题，小金总您放心，只要他们还在水城，我一定会一个不少的把他们都带回来。孙总，你让我到这里来干什么？孙叔，你说这百吨王厉害吗？当然厉害了，这一车能顶别人5车，怎么能不厉害呢？但是这些车上不了路，又有什么用呢？哦，对了，小金总，沈总说上个月给他们拉土方的工资啊要晚点结，可兄弟们要养家呀，你说这咋办呢？又拖欠工资，孙叔，把人叫回来，我们不给他干了。不给他们干的话，这兄弟们还要养家糊口的呀！这些无良资本家只会毫无底线的压榨我们。我刚刚接下了修建人工运河的工程，以后我们呀，再也不用看别人脸色过活了。人工运河工程，你真的接下来了？哎呀，那这些车，上面的领导啊，已经答应我了，这些车可以随便开，不用怕超支。太好了！早上我看新闻的时候啊，我就在想，人工运河工程只有咱们神风来接。李大爷啊，已经去给我联系原来的司机了。你啊，先统计一下这里的百吨王，多少辆能开，多少辆需要维修。没问题，包在我身上了。还有，咱们公司还有多少台挖掘机啊？15台，挖60公里的河道应该是还不够。而且呢，在挖掘河道的过程中，还有可能碰到巨石，到时候啊需要破石机，我们也没有。啊，不过你放心，这个我到别的公司啊去租借。不用，这个呀我来解决。你呀，先把公司那15台挖掘机调到拇指山水库去。好的，交给我了。哎，领导，我需要您啊去联系电力公司的人，去往线上安装线路，不然没法开工。好，没问题。好嘞，谢谢领导。哎，老冯啊，我这有个大项目，需要你这个后勤主管。这小子真有他老爹当年的风范。小金总，百吨王已经全部统计好了，一共有386台，现在可以用的有280台，其余的需要维修。另外，挖掘机已经全部运往了施工现场。好，还有5个小时，天就要黑了，今天必须全部到位，开始施工。我先去现场看看，你等司机到位后，务必尽快把卡车开过去。放心吧。你们干啥呢？路都挡住了，知道吧？还不赶紧滚开！是啊，老子还有事儿了，赶紧都让开！老王，这可咋办呀？就这么堵在路上，也不是个事儿呀。孙哥让我们过来，也没交代怎么办？小秦总，你可算是来了呀！小秦总，现在怎么办啊？你就是他们负责人嘛，赶紧让他们让开，不然报警了。真是一点公德心都没有。你看看，这都堵成什么样了！各位稍安勿躁，我是神风建筑的老板。刚刚啊，我接下了修建人工运河的工程，为了我们水城不被洪水淹没，还请各位走旁边这条小路，不要耽误我们运输器械的时间。这条小路这么窄，连车都回不了，你让我们怎么走？怎么走嘛？各位放心，我现在就请示领导拓宽这条小路。家人们，这就是接下了实现挖60公里河道的神风建筑公司，你们觉得它能完成吗？神风建筑公司听都没听说过，他要是能完成，我直接倒立拉稀。我是行内人，
神风就是个垃圾公司，肯定完不成。不然我吃3斤。你再不信，我就很看好他。等他完成了工程，你们刚好一个拉，一个吃。不行，我得想办法帮帮他。大家听我说，领导已经批准了我们拓宽小路，你们2个开了吧唧去拓宽小路。好嘞。来，你们几个过来，按照图的这个方位，开着吧唧去开路。放心吧，交给我们了。我们的车比较大，一定要宽，至少20米。什么车那么宽啊？百吨王。听说那小子已经开始施工了，刚开始挖路而已。眼瞅着天就要黑了，今天能不能开挖河道还不一定呢。刚刚会上，陈总督已经对我们不满了，要让这小子完成工程了。我倒是无所谓，你们以后怕是要难过了。您放心，在水城这建筑行业还不是我们说了算。我们要不想让他完成，他绝对完不成。往前走，往前走。已经过去了3个小时了，我却还只有38万的知名度，这还远远不够啊！探索水城，为水城发声，我是水之眼。没有给主播点赞关注的，给主播点赞关注一下。今天呢，带大家亲临一下整个水城本世纪最大的河道工程项目。这个神风集团居然说要在10天之内挖通60公里的河道，大家相信的扣1，不相信的扣2。根本就是扯淡！10天挖60公里，他要能挖6公里，我就倒立吃。这就是个哗众取宠的小丑，占用公共资源，到时候肯定卷钱跑路。哎，你们干什么呢？我们就做个采访，请问哪位是你们的负责人？请你们让一下，不要打扰我们施工。孙叔，我是神风建筑的负责人，清风。清风先生，这个河道的工程，整个南部的建筑公司都不敢接，你是有什么勇气接下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那说明其他公司的实力还远远不够，我就是要他们看看什么叫真正的龙国速度。其他公司的实力还远远不够，我就是要他们看看什么叫真正的龙国速度。龙国速度，就他这芝麻大小的公司也配？但是看他这架势，好像要来真的，万一让他干成呢？他要是能成，我比网上那些人先表演倒立吃。不怕1万，就怕万一啊！你说他要是真成了，咱们以后在水城还怎么混呢？这还不简单吗？咱们的公司随随便便找点人，保证他没有那么容易开工，拖上个1、2天，进度赶不上，保证他直接完蛋。好，知道了。秦总，百吨王大队已经在来的路上了。这都3个多小时了，才刚刚开始，还想10天挖60公里，不自量力的傻子！那么多大型建筑公司不用，偏偏找一个不入流的小公司。我看陈总督8成是收他不少好处的。我到总督府门口找陈总督去，要是不让他们停了，我们绝不罢休。说的没错，赶紧让他们停了滚蛋！大家请放心，我们一定会按时完工的。相信个屁！你看看你们，挖1条路都要半天，我们凭什么拿命相信你们？哎呀，就你们这点破车，随便来个建筑公司就要比你们多10倍，到时候暴雨下来你们挖不完。哎呀，遭殃的可是我们，你们负得起责任吗？赶紧滚！大家看到了吗？这些超级大卡车，点赞关注主播，主播带你们近距离看一下这些卡车。这车也太大了吧，可以装30吨，起码50吨吧。我爸就是开工程车的，这车起码都100吨往上了。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叫做百吨王。在主播小的时候啊，神风集团是拥有百吨王最多的，但是后来呢，因为交通限制，这些车上不了路。所以神风建筑一下子才不行了。那这么说来，这个小公司还是有点实力的啊。如果说他们这些车能上路，那确实有自己的优势，我倒开始有点期待他们了。真是不可思议，没想到名不见经传的神风建筑
居然有这么多台超大的卡车，难道说他们真的要创造工程界的奇迹了？都给我装车，能装多少装多少。好嘞。秦风先生，我们可以近距离拍点照片回去当素材吗？随便拍。秦老板，我现在正在直播，直播间的朋友让我问您，您当时接下这个工程的时候丝毫没有犹豫，请问你的底气是什么？是因为只有我们公司才有这么大型的运输车辆，还有一些比较高级的设备。比较高级的设备，也就是说，您对于10天内完成这个工程胸有成竹了。10天，6天就足够了。秦风先生，您说的是真的吗？我保证，我神风建筑将在6天内完成河道工程。现在直播间的人数已经上万了，刚进直播间的朋友们，请给主播点个关注，点个赞。这里呢是水城河道工程的直播现场。刚才神风建筑的秦老板说，他要在6天之内完成整个河道的挖掘。还是老样子，大家相信的扣1，不相信的扣2。吹牛吧！就算有那么多车，挖得慢又有什么用？我看他根本就不懂挖河道，就是来给自己博眼球了。我要加注，他6天能挖完，我全家够力吃。果然就是个哗众取宠的小丑。6天，他要10天能干完，我就叫他爷爷。我刚刚已经吩咐下去了，凡是之前跟咱们合作的公司，所有的人力财力都不会支援秦风的。就算百吨王又怎么样？挖掘速度跟不上，就是几百台摆件。等工期到，我让这小子在水城消失。我也打好招呼了，无论是挖掘机还是破石机，我一概不会借他。想踩着我们上位，这小子还嫩着。好，来，咱们干一杯！来。秦总，挖河道肯定要遇到石头，咱们没有碎石机，问了几家，他们都不肯借，这石头破不开，咱们的工程无法进行下去啊。孙叔，您就放心，我呀这就去再调几台碎石机。都这个时候了，到外省去调，怕是来不及吧？放心，我自有神明听讲。宿主秦风，财富4658.18万，知名度63万1000，可购买巨型挖掘机，极致5万知名度；巨型破石机，价值10万知名度，以解锁建筑商品；大型盾构机，大型运输直升机。没想到这么快，就涨到63万知名度了。虽然说一台破石机要10万知名度，但好在1台就够了。我倒要看看这1台到底有多么大。兑换1台巨型破石机。这系统果然厉害啊！这1台能抵得过10台普通的呀。那我要再看看挖掘机到底有多么大。兑换10台巨型挖掘机。孙叔，还是一个司机管，大家伙来了。五哥，秦总去哪儿了？都过去4个小时了，如果再不能推进，恐怕真的来不及了。现在的状况是，有一块巨石拦住了整个施工进度。如果没有破石机的话，那么这个工程将会停滞不前。我个人觉得，整个河道工程事关重大，如果连破石机都搞不定的话，那这个工程就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了。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怎么看？我看就是没戏了，连破石机都没有，后面60公里还怎么挖呀？没那金刚钻，揽什么瓷器活？这种小公司，陈总督就不该让他接这个工程。我就说啊，不能相信他们。现在倒好，路都被你们糟蹋了，结果呢，一块破石头就没办法了。我看他们就是来骗钱的。陈总督糊涂吧？赶紧滚！这破石机未免也太大了吧？你看后面，这挖机比我们一般见到的要大得多啊！你从哪搞来的这么大的设备？我干这行都30年了，还没见过这么大的破石机呢。我早就说过，自会有神兵天降，赶紧去干吧。好，断，走。这个秦风居然真的弄到了这么大的破石机，就连挖掘机也比平常的大整整1倍。主播突然有一种被打脸的感觉，有没有？
这个神风建筑好像还真有点东西。这前方什么来头啊？哪里搞来那么多大家伙？别管，刚刚某个人要全家倒立吃的，我看有准备了。切，还没完呢，现在都快夕阳了，他们居然连工作灯都没拉。到了天黑，我看他怎么工作。每一个男人都有一个挖掘机的梦，看到这些挖掘机，主播突然有点期待起来了。如果想要主播凑近一点拍的话，就给主播点个小红心，加个关注。现在直播间有9万人，如果突破到10万人，那么主播就凑近一点，给大家拍一下整个巨型破石机。不知道吧？秦总，眼看天就要黑了，咱们的工作灯还没有布置，现在调怕是来不及了呀。天都要黑了，他们居然连灯都没架起来，没有灯光，到时候看他怎么工作。这可是60公里的工程，起码要1000盏 LED 吧？1000盏，就怕连10公里都不够，起码得5000盏。我看他从哪里弄来那么多灯？看来直播间的朋友还是有懂建筑的。确实，夜间施工不架灯是不行的。但是神风建筑之前的一系列骚操作，让主播总有一种他们能解决的感觉有没有？24小时作业，连灯都没准备啊！别着急，到时候啊，灯自然会来。吹什么牛？这可是60公里的工程。就算你们现在调来几盏灯，也是于事无补的。小公司就是小公司，我看60公里需要多少灯光的概念都没有，就不要在这丢人现眼了。滚啊！谁说没灯的？灯来了，灯来了！我就说嘛，还好主播这一次站在了神风建筑这一边，没有被打脸。来，给主播扣一波666。这不是以前咱们公司管后勤的冯川吗？小冯，还来得及吗？没大没小，老子可是大你10几岁呢。放心吧，有我这个后勤主管在，还有搞不定的事儿。干活！开灯！不是说不借任何东西给这小子吗？谁他妈借的破石机？老郑，消消气。我已经确定过了，咱们水城就没有一家给他提供破石机。看来这小子是早有准备啊。没关系，他已经动工了4个多小时了，才挖了100米，就这速度，10天，怕是10公里都费劲。我就不相信这还能搞得出那么多设备。咱们大家伙可憋足一口气，谁都不要借给他设备。加油站吗？我今天柴油送来了吗？快点，送3的，快点的，大家都饿着呢。不然你这尾款我可是不给你了。小峰，我还以为你不来呢。说了让你喊哥的，我跟你说啊，我可是关了餐馆来给你帮忙的。这大活要是完不成，我可是跟你没完。何止这一趟，把它完成了，以后啊，整个水城的工程还能少得了我们的？行，有点你爸当年的样子了。喂，送水的，这么大个工地，灯都亮着你都找不到。行行行，我到路口接你。小伙子，给我来根烟。小伙子，这别人都担心完不成的工作，哎，你怎么敢接？这些机器，都是你的？难不成是你的呀？哎，那个是什么呀？破石机。齐总，算上修好的，咱们现在大概有300台百吨王可以用。足够了，你算算，以咱们现在的时间，我们多久可以完工？好。这么快，又43万了。现在已经是晚上7点钟了，神风建筑已经开始动工了。主播似乎对这神风建筑路转粉了。直播间的朋友们有没有跟我一样的？
主播冷静啊，都开工1个多小时了，才挖了这么点距离，我看够悬。这不刚开始吗？反正啊，我是不想被打脸了，我就支持神风建筑。不信的可以跟我刚到底啊！刚啊，输了我给你刷嘉年华。好，咱们现在1个小时挖60米。1天就是1440米，这10天才是14.4公里，距离60公里还差得远呢，这可怎么办呀？看来咱们还得在终点的地方再设一个施工现场。你的意思是2头挖？可是现在全城的建筑公司都不肯把挖机借给咱们，咱们的挖机不够用啊。挖掘机的问题啊，你也就不用操心了。还有20分钟，我的新闻采访就可以上面试了，到时候我的知名度一定还能再上升。喂，要不都是这样的，我们准备2头动工，加快一下施工速度。什么？2头动工？您稍等，我跟领导汇报一下。还有你们这帮的数据一定要把这陈总监，刚小琴来电话说，他为了加快这个施工进度，希望您批准他从乌江的终点2头动工。2头动工？2头动工确实可以加快速度，可是挖出的乌江泥沙怎么处理啊？总督，我是乌江人，我们村有很大一块低洼地，每次暴雨都会被水淹，正好可以用挖河道的泥沙填一个堤坝。我觉得这样可以，这事儿办成也是造就乌江村的好事嘛。老赵，你安排带人下去。好。听说了吗？秦风这小子在乌江终点开第2个工程点了。就他现在这进度啊，就算他2头挖，10天时间他也挖不到30公里。各位，60公里啊，天方夜谭。到时可得听紧点，别让他买机票跑了。放心吧，货已经让我的人过去了，保证他这几天都在咱眼皮子底下。工期一到，保管他立马完蛋，让这小子呀长长记性。行了，那咱们就等10天以后，看这小子如何交代了。我还有个局，那我就先走了啊。好，行了，我也去放松放松。老高，一起吧。老郑安排，我老高不能不赏脸。走走。就是这小子，我在直播里看过，就是你要把我们村子是吧？小子，咱今天就把话撂在这儿，别想打我们村子主意，赶紧滚蛋！我看大家是误会了，我们不是挖村子，我们是在村子旁边挖一条疏通的河道，而且呢，把挖出来的泥沙堆到那个洼地里面做河堤，这个也是给乌江村造福嘛。放屁！整个水城谁不知道你们神风建筑就是一个不入流的小建筑公司？你们接这活就是为了吃工程款了，别骗我们了。我们这可是陈总督亲批的，陈总督这些年为水城兢兢业业，你们不信我们，应该信陈总督吧？陈总督，我们自然信得过，但你们在拇指山那边的挖掘机已经都不够用了，哪有多余的来乌江村？到时候挖一半，你们跑了，我们以后怎么过日子？大家说是不是？就是，不许挖，不许挖，不许挖！还有2分钟，新闻就要报道。各位村民，我知道你们对我们公司的设备有顾虑，不过请你们放心，我保证会有更多的设备运送到现场，我保证会及时完工的。我听说整个水城没有公司愿意借给你们设备了吗？你能保证个屁？除非设备立即到位，不然别想在乌江村动工。各位村民，只要再等1分钟，我保证会有挖掘设备及时到达现场。我们怎么没听到什么挖掘机开过来的声音啊？你少胡说八道了！我看你就是个骗子，赶紧滚蛋，要不然我们就真动手了。我们不是骗子，真没有骗大家。哎，别，我们马上走。秦总，你看，要不咱们先走吧。再不走，小心我们动手啊！走什么走？你们不就是想看设备吗？好啊，我变给你们看。1台巨型碎石机，30台巨型挖掘机，马上到现场。你以为是变魔术呢？喊2句设备就到了。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给我打！
各位，这些设备是不是可以保证会完成工期？他真的会变魔术，说来30台挖掘机还真的来了。如果真的能够保证10天内河道工程完工，那不管对水城还是我们乌江村来说，都是天大的好事。那既然大家没意见的话，那就立刻开工，走。事情都办好了吧？什么？30台？行了，你们先撤。怎么了？这小子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30台挖掘机，已经在乌江那边动工了。我安排的几个村民也没办法继续煽动其他人阻止他们了。哎，就算他2头挖，也不过是比平时快了1倍。我明天再安排一些人，保证这小子没法按时完工。只能这样了。动起来，动起来！喂，哪位？秦凤，好久不见了。你是谁？秦同学才毕业多久就听不出我的声音了？秦同学才毕业多久啊，就听不出来我的声音了？你是沈心妍，我的大学校花？没错，就是我。没想到秦同学还记得我呀。听说你接手了水城的河道工程项目，怎么样？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你帮我？怎么？你瞧不起人啊？天龙建筑公司就是我家开的，一点小忙我还是能帮上的。什么？龙国最大的建筑公司，天龙建筑。没想到吧？只要你开金口，挖机、卡车，要多少有多少。多谢老同学，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会开口。只不过目前现在我自己还能搞定。那行吧，如果你有需要，随时找我。脾气还和以前一样犟，这么大一个工程，我就不相信你一个人能完成，肯定有你求我的时候，到时候我要你好看。宿主秦风，财富4658.18万，知名度205万，可购买巨型挖掘机，价值5万知名度；巨型破石机价值10万知名度，以解锁建筑商品、大型盾构机、大型运输直升机。这么快就恢复200万了，只要持续增高知名度，根本就不需要抄别人家设备。小峰，怎么了？现在施工进度太慢了，你得再想想办法加快速度啊！现在装线通道每次最多只能建3台百度光。就算5分钟建出1台，那1个小时也只能建出24台，这个效率太慢了。我尽快想办法。秦总回来了，我跟你们说啊，他去乌江的尽头又开了一个工地，是不是？我说信我吧，是神风集团肯定有办法的。只是增加1倍速度而已，那也远远不够啊！除非再增加至少2个挖掘点，不然没戏啊！增加也没用，你看他们现在土方车都排队了，装车效率低，车多也没用啊。小伙子，这么晚了还在工地呢？您怎么这么晚了，还不回去休息啊？该不是我们动工把您给惊扰了吧？呸呸呸！我是个大活人。哼！天都这么黑了，工地还这么危险，您啊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话什么话呀？这个工程10天之内是不可能完成的，除非你从中间向2头开工。我看恐怕你们没有挖掘机了吧？可就算再在中间开辟一个工程点，土方车建筑效率没解决，挖得再快，沙土来不及运出去，那也是白的。我有办法了，小峰，叫所有司机过来。秦总啊，这什么情况啊？现在时间都来不及了，还让我们过来干什么啊？要是完不成，咱们神风建筑可真的要成水城的千古罪人了。各位，我改变了一下施工方案，来加快我们的装车速度。河道就这么宽，还怎么加快啊？
拉过来。秦总啊，这河道已经被挖掘机都塞满了，你再增加，它也没地方用啊。我们还是赶紧回去加速，反正这些才刚开始，过两天再看。看到没有？我就说他们还有挖掘机吧，动起来！奥利给！那又怎么样？现在这路只够3辆车装货，挖掘机再多运不出去也白搭。该不会他们是打算直接跑路了吧？跑路？不至于吧？这神风建筑在水城少说也有几十年了，我是不信的。哎呀，主播已经是神风建筑的无脑吹了。哎，该不会是神风建筑买的流量吧？哎，这个爱看你定的，你说话能不能过点脑子呀？这河道工程事关水城安危，我还能指望他们做不好啊？你要再乱说，我就给你禁言了。各位，我们现在进度慢，是因为我们的装车效率太不够了。只要我们呀，同时拥有更多的摆墩王进行装沙土的话就可以了。河道最多可以进3车，来回运出去还得1小时，怎么同时进更多的车呢？所以说呀，我打算把20米的河道分为7米一段的3段，以50米为一段的长度进行梯形挖掘。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每一个通道都能有4台挖掘机同时进攻。这样的话呢，3个通道就能有12台。那这样一来的话，咱装车的效率可是足足提升了6倍啊！还得是文化人，咱们这些粗人可想不出这种方法。那还等什么？赶紧去干吧！那就走。小伙子，好好干，明天呢我再来。这老道士是谁呀？秦总，现在3条路同时开挖，再加上乌江村那边的，你都出4条通道。你还有没有挖掘机？那就再兑换6台巨型挖掘机，2台巨型碎石机。挖掘机啊，在后面空地上，你等下带着拖车去拉。我困了，先去休息了。知道了，你忙了一天了，那就回去休息吧。秦总下班了，主播也要下班了。没有给主播点赞关注的，给主播点赞关注一下。主播明天来不来？来呀！主播这几天啊都会全程直播工程，你给主播点一下关注，主播明天早上开始直播你就知道了。郑总，你听说了没？昨天晚上秦风的工程一夜之间挖了6公里，照这个速度，10天就能挖60公里。这要是让他成了，咱们以后就别在水城混了。谁说10天？这小子不是吹牛说6天就能挖好吗？我已经安排记者到现场了，我看他怎么下台。宿主秦风，财富4485.56万，知名度416.32万，可购买价值5万知名度巨型挖掘机，价值10万知名度巨型破石机。过了1个晚上，知名度又涨到了400多万。喂，秦总，你赶快来现场。各位观众朋友们，现在咱们直播间的人数已经来到100万人了，看来大家都非常关注这个超高难度的工程。话不多说，我们一起来看看奇迹大神秦总到底在干什么。来，请各位媒体朋友不要靠近施工现场。哎，秦总来了。秦风先生，我是海城的记者，想采访几个问题。秦风先生，我是水城本地的媒体，我也有几个问题想问你。有什么问题慢慢问，我都会回答。关于您昨天说6天就能完工的问题，请问您说话算数吗？哎，这只是秦总的玩笑话。既然陈总都给了我们10天时间，那我们一定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工程。可是秦风先生昨天说的如此恳切，现在整个南部的人都已经知道了，难道你们神风建筑的工程都要当个玩笑吗？这帮人来者不善，还是让我打发他们走吧。不用，我没有开玩笑。既然说是6天完工，就一定会按时完工。还有什么难以完成的工程，可以找我神风建筑。只有不断的把自己名号打响，才能保证有足够的知名度兑换设备。
今天就是8月6号了，您确定能在8月12号之前完成吗？对，8月12号，我神风建筑将正式完工。秦总牛掰呀！我点赞。他要是开直播啊，我肯定给他刷礼物，听到没？这就是爷们儿。吹牛而已，我看他就是在博取关注。算了，不看了，什么傻逼！我爱看自己右上角啊，主播不用你看。这一早已经是第3台了，咱们车放太久，内部老化问题只有上路才能发觉。这一早已经炸了好几台了吧？我就在附近上班，都听到响声了。看来这车子也不行啊，刚刚还吹牛逼呢。哎，别乱说啊！我给你们解释解释，这工地啊，路面杂乱，肯定有些什么东西的。再说了，补个胎又费不了什么功夫，不用担心的啊。哎，卡车炉的气压大，请大家不要靠近。秦总，从刚刚到现在半个小时，已经有3、4台卡车出现损坏问题。依这个频率，您觉得您的卡车能完成工程吗？高频率用车出现点故障很正常，我觉得也没问题。那您的意思是你坚信自己能在8月10号之前完成了吗？为什么不信呢？那8月12号之前你没完成怎么办呢？没有这种万一，咱们一定会定期完成工程的。可是秦总刚刚说了，保证在12号之前完成工程。难道秦总把关系到水城居民安全的工程当作儿戏吗？他们这是故意给你挖坑呢。当然不是，我既然说了，必然就会做到。如果12号之前我没有完工的话，我秦风从此从水城消失。还有什么事情吗？我要继续开工了，就先失陪了。这帮记者很明显在给秦总挖坑啊，你们听到没有？反正我觉得吧，只要在暴雨来临之前挖好，10天也没什么。主播是怕跟我打赌输了吧？哎，你来挺早啊，上班摸鱼是不是？你别管，反正我啊就是头铁，我就相信神风建筑能按时完成。他们明显就是在给你挖坑，你怎么还往下跳呢？这样不只是水城，就连全龙国的人都会盯着你的。盯着我的人越多，就越好。真不知道你要干嘛。喂，什么？你等会儿。怎么了？咱们的百度网不够用了。不是300台吗？煤油厂还有100多台呢。我刚刚联系过修理厂，可他们说要修3、4天，再加上现在老旧损坏问题这么频繁，更加来不及。走，去修理厂。快跟上去看看，说不定能拍到什么大新闻。直播点个小红心，关注一下主播。我们现在实时跟踪的是水城的河道工程。我们现在看到秦总好像因为什么事儿离开了，我们跟上去一起去看看。8月12号，神风建筑将正式完工。6天完工，这小子是真敢说呀！这要是让他干成了，咱们几家以后就别想开了。我已经跟修理厂打好招呼了，他们会尽量给咱们拖延时间的。干嘛？钓鱼去啊？那前锋想要找死，难道咱们还要死盯着？也是啊，这小子敢这么嘚瑟，他不就是仗着他老子临死前给他留的那批摆队伍吗？我倒想看看，没有这些卡车，他怎么与你杀？秦总，您怎么亲自来了？为什么修得这么慢？这也不能全怪我们，这整个水城会修这种车的师傅都给您找来了。咱们车实在太多了，要不您再宽限2天？等2天？那我们还怎么施工？我给你3倍的钱，给我加班加点的修。秦总，这不是维修费的问题，您这车都是改装的，这配件我都得从外城去调。再说这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这么多呀。现在工地不到200台摆渡网，万一出现问题，那我们工程就都停滞了。霆锋先生，听说您工厂的卡车不够用了，请问还怎么运输泥沙？各位朋友们，我刚刚跟到这里了，情况似乎有些不太对呀。这修理厂的进度好像慢下来了。车辆维修马上就好，请大家不要担心。可是刚刚听修理厂的人说，这个车没有1、2天是修不好的。如果没有车辆运输泥沙，请问是不是要推迟工期呢？秦风先生，您刚刚可是很自信地表示在6天之内完工，
请问您是否要反悔承诺呢？秦风先生，你现在是否打算直接违约推掉工程呢？我们现在都认为推掉工程是最明智的选择，您是否这样认为呢？我就说你刚刚太着急了，下次该怎么办？秦风先生，请你回答问题，你是否现在就要推掉工程呢？你已经算是超额完成了1天的工期，考虑现在推掉，或许还能商议挽回损失。挖了再快，没有卡车运泥沙，那还怎么推进？肯定完不成。不是还可以用普通土方车吗？哎，那个是白动啊，除非他能马上弄来1000台普通卡车，水车哪有那么多哟？早说了他是吹牛的，我记得他可说，要是不能按时完工，可要在龙国消失的。你们这帮人，还是新闻媒体人的态度吗？人家秦总扛着这么大的压力接下这个工程，你们一直在这里问工期，你们怎么不去问问别人为什么不敢接？我一个做网红的都看不下去你们这帮人的态度。怎么了？我们只是询问事实而已。就是，这本来就不是神风这种小公司该接的工程。不该接就别接嘛！你知道吃饭会拉屎，你为什么要吃啊？你们作为媒体，不想着帮秦总想想办法，还在这里幸灾乐祸，做媒体的脸都被你们给丢尽了。你干直播不也是为了赚钱吗？你凭什么说我们？现在秦风可是当着全龙国的面做的保证，又不是我们逼他的。对，全龙国。你在直播吗？对，手机借我用。手机借我用。我去，秦风要干嘛？全龙国的网友，我是秦风。我承接这个项目，不仅仅是为了神风建筑，也是为了整个水城人民的安危，更是为了让全世界看到龙国的工业速度。现在我秦风在这里召集维修工，路费、食宿我全都包，每天保底1000块钱工资，每修好一辆车还有奖金。拜托了，为了几百万水城人民，请帮帮神风集团。看来这小子走投无路了，还是正宗高明。我早就跟你说了，不用担心，看你那怂样，别吵了我的鱼。刚刚吹牛不是挺厉害，现在着急了。呵，他不是着急了，他是知道他要玩呢。早说了，没这金刚钻，别揽瓷器活，连修车都搞不定，还挖什么河道啊？你们这帮人说的是人话吗？别人不敢接的项目，他敢接，为的是谁？为的还不是咱们水城的居民百姓。从开始到现在，他哪里做错了？修理厂修不了车，跟他有什么关系？这群人为了黑而黑，有意思吗？你们要是主播的粉丝，就应该动员身边会修车的朋友，而不是在这里说风凉话。秦总，我支持你，我觉得你没毛病。主播话没毛病，这个秦风虽然爱装逼，可做事没问题。我已经跟我修车哥们说了啊，我支持你。我也有认识会修白盾王的，我给他打电话了。说的是，他这是在为了老百姓做事儿，我们怎么只能在这里说风凉话呢？不就是车坏了吗？修就行了，别让水城被淹啊！直播间有人会修百盾王的吗？有就冒个泡啊！哎，我是维修工，不是别的哈，就为了那1000块钱1天的工资，我也得去水城。各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我这就报机，集体去水城。好，谢谢领导支持。我已通过审批，只要来支援水城的维修工，一律走绿色通道，务必让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到达水城维修厂。来了，来了！西北来的，西南来的，东北来的。秦总，你的直播有效果了。百吨王我们最熟悉了，保证1小时之内能修好。秦总，我们拉了1000套百吨王的配链，放在乌江边的船上，不够我们再拉。感谢各位亲的支持，你们也是龙国速度。来，你们相信神风建筑能按时完工的，给主播扣个1。哎呀，这架势真的是把全国的修理工都找来了，太壮观了。这还不能完成，我直播倒荔枝。多谢各位支持，时间紧迫，我也就不再客套了，立刻开工。好。喂，高总，大事不好了。好，我知道了。
干什么？鱼都让你吓跑了！你居然还有心情钓鱼？你知不知道，这个秦风，他居然真找来了200个维修工。要是运输效率不出问题的话，6天之内还真有可能完工呀。可你还是个做工程的，挖完河道还要浇筑混凝土，保护土层，这体量起码是50-60万吨的混凝土，6天时间，我们几家联手都不可能完成，就他那小公司，怎么可能做到嘛？看我这脑子！所以不用着急，我们只管当姜太公秦风这条死鱼，自己就会上钩了。不过不怕1万，就怕万一，咱们还是给他再上点料，以防这个万一。这才20分钟的功夫，居然已经有50台摆渡可以上路了。检测到宿主没有依赖系统，完成维修车辆任务，特此奖励宿主解锁混凝土加工厂，兑换所需知名度1000万。还有意外之喜，看来这工程已经没有什么难度了。你在这盯着，我得赶紧去现场。交给我。那边快一点！挖多少了？啊，已经挖了5-6公里了。2头加起来要12公里了，按照这个进度，5天就能完成。接下来就是混凝土浇筑了。我刚刚已经给几家混凝土厂打电话要混凝土了。是。喂？什么？坏了？那要多久？5天？那根本就来不及呀！你们再赶紧想想办法。喂？出什么事了？刚刚混凝土厂打来电话说，他们的混凝土搅拌机坏了，维修都要5天时间，这根本就来不及呀！水城不是还有一家混凝土加工厂吗？我刚刚已经打电话问过了，他说他们的原材料不够咱们的工程用，要从外面进，恐怕也得4-5天啊。我看他们就是故意给咱们找麻烦的，我这就给赵副总打电话。好，我这就跟领导汇报一下，再见。神风建筑的孙老五说，当地最大的混凝土工厂没办法提供混凝土，这样一来根本没办法完工。我看他们是故意的，是，他们担心神风公司完成工程影响他们的地位。走，去混凝土厂，我倒是要看看他怎么给我解释。好，知道了。怎么了？刚刚收到消息，陈总督往我们混凝土工厂来了。要是他强行施压，我们也惹不起啊。大不了把搅拌机直接拆了，不就损失几千的钱，总比日后看秦风那小子的脸色要好。就这样吧。陈总督看到机器真的坏了，肯定也没法再多说什么。宿主秦风，知名度507万8千，兑换混凝土加工厂需1000万知名度。不用着急，不也就是一家混凝土加工厂吗？我怎么能不着急呢？咱们这个工程最耗时耗量的就是混凝土浇筑。如果今天定不下来混凝土，咱们就无法按时完成工期啊！秦总，刚刚得到消息，水城的混凝土加工厂无法提供混凝土，请问这是真的吗？秦总，刚刚得到消息，水城的混凝土加工厂无法提供混凝土，请问这是真的吗？消息传得真快啊，肯定是他们故意放给记者，要给我们难堪的。好，大家不要担心，混凝土问题我们正在解决，相信很快就能处理好的。可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现在最大的混凝土搅拌工厂设备损坏，其他工厂的材料不足以支撑60公里河道的浇筑，你们能否在6天之内完工呢？我们已经汇报给领导了，相信他们一定会帮我们妥善的解决好这个问题的。你们几个到那边去检查一下，检查仔细一点。是。哎呦，两位领导，我知道这是我们厂子的失职，可是我们已经在尽快修了，怎么劳驾您二位亲自走一趟？废话就别说了，你们是咱们水城最大的混凝土工厂，不提前做好防范，
难道说是想故意的拖延河道工程？赵副董，您这话说的，我也是水城人，我怎么能做出损害咱水城的事？你们要是不信，可以让人查一下，就知道真的是机器坏了。陈总督，我们检查过了，这些机器轴承确实是老化损坏了。看吧，真的是机器坏了，我也很着急。那维修需要多久？大概得4、5天才能修好。4、5天，那根本就不可能来得及。这些设备都是大部件，得到全国去配。我会尽快维修好。等暴风雨来了，一切就都晚了。心妍，看什么这么认真？爸，你知道水城那个河道工程吗？啊，那个工程我知道，出了名的时间紧、任务重，就算是咱们天龙建筑，也不敢贸然去接。我听说被一家小公司给接下了，那个年轻人看起来好像也有点本事。那是我同学。你的同学？他们公司现在混凝土不够，你能让咱们公司帮帮他吗？你怎么忽然这么积极？哎呀，爸，你就帮帮他吧。就一些混凝土，倒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只是毕竟咱们天龙集团不是水城的企业，想帮也帮不了太多。谢谢爸。秦风，看这下怎么改姓梅小姐。知道了。老郑打来电话，说他亲自确认混凝土厂的机器确实坏了，这可怎么办呀？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混凝土设备出现了问题。不过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事情有些太巧？总感觉有人在给神风建筑做局啊！你们也这样觉得？但要是没有混凝土的话，他挖再快也是白搭。如果没有混凝土，就算河道完工之后也无法加固。请问您还能在6天内完工吗？秦总，当时你可是亲自夸下海口，如果没有完成，你是否遵守承诺，在农国消失呢？秦总是吗？我们是天龙建筑公司安排专程给您送混凝土的。我们是天龙建筑公司安排专程来给您送混凝土。这些混凝土都是给我们的吗？对，一共5万吨。天龙建筑公司为什么要帮我？这就不知道了，好像是天龙建筑沈小姐的意思。沈小姐。喂，秦同学，怎么样？我这个老同学还是有点用的吧？真的是非常感谢，但这份人情我一定会还的。你就别客气了，这些量还远远不够，我正在想办法。不用了，这份人情我已经非常感激了，剩下的我自己可以解决。你自己？你要知道，要完成全部的浇筑，还需要50、60万吨混凝土。我可听说水城周边一时半会儿都供应不上啊。那就请沈大小姐等着看着。喂，帮我谢谢沈大小姐的好意。就一次反转，整个南部最大的建筑公司天龙建筑，居然会帮助神风集团。想不到这个秦风居然有龙国最强建筑公司天龙建筑的关系，难怪敢接这么大的工程。有天龙建筑还有什么好怕的？也不对呀，我印象1万吨的混凝土顶多也就浇筑1公里左右，这5万吨远远不够用吧？怎么办？等一下，我给经理打电话。行。给你们神风集团龙工。这小子跟天龙建筑是什么关系？以天龙建筑的实力，如果真的插手，咱们还真治不住他了。但是天龙建筑并不是水城本地的公司，莫非他们是有意介入水城的建筑行业？这里可是水城，就算天龙建筑想要动咱们的生意，也
没那么容易。我算过了，浇筑这河道起码得60万吨的混凝土，区5万吨，根本不够看的。55万吨啊！就算他从外省订，5天之内他也不可能送到。现在我们要让全水城人民知道，他绝对不可能完成就行了。到时候，水城几百万民众的唾沫都能淹死他了。关注水城时事，聚焦水城热点，这里是水城新闻。相信当下大家最在意的就是神锋建筑关于人工河道工程的进度了。所以呢，在此我们邀请了水城建筑学专家张峰教授为我们分析。张教授你好。你好，各位好。现在呢，神锋建筑的老板秦峰说要在6天之内完成工期，以您的专业角度分析一下，这个可能实现吗？据现有的情况来看，神锋建筑虽然挖掘速度很快，但是河道最重要的是混凝土的浇筑。据我所知，当下水城最大的混凝土工厂设备损坏，短期内恐怕无法供应混凝土啊。可刚刚天龙建筑支援了5万吨混凝土。你看，这是60公里的河道，就目前的浇筑厚度10公分来计算，20米宽，10米深，对吧？总计大概算下来得24万方混凝土，不算损耗，就目前市场上2.4吨一方，最起码也需要57.6万吨混凝土啊，5万吨混凝土，简直是杯水车薪啊！那要是神锋建筑加紧时间从外省购置呢？想得太简单了，混凝土这种极容易硬化的材料，任何工厂都是现加工，加上运输和浇筑，5天内完成，简直是天方夜谭呐！那要是不浇筑呢？不懂别瞎说，刚挖好的河道不浇筑，大水一来全给冲了。也是。那有没有可能加快速度呢？你傻，专家都说了不可能了。我觉得还是赶紧去外省躲几天吧。好，我知道了。请问天龙集团提供的水泥就这5万吨吗？周边暂时能调过来就这么多，再多恐怕3-5天也赶不出来。秦总，刚刚建筑专家分析，浇筑完河道至少需要60万吨混凝土，也就是说，你最起码再要提供55万吨水泥土。这么大的混凝土，现在是根本不可能完成。我当然知道。据我们了解，现在从外省调50万吨混凝土，至少要4到5天的时间。你们是否保持在6天之内完成的承诺呢？当然，我既然开口了，就绝对不会反悔。4-5天调出来混凝土，你根本没有时间浇筑，你这不是说大话？谁说要4-5天的？1个小时，我保证1个小时之内，所有混凝土出现在大家面前。刚刚你听说了吗？咱们那个挖河道的秦峰居然说1个小时之内搞到55万吨混凝土，这不瞎扯呢吗？专家都说了，没个4-5天根本就弄不够，这种人就是骗子。1小时，哪怕一车混凝土都搞不定了。我看这神锋建筑连建筑都不懂，陈总居然把这种重要工程交给这种傻逼，哎！1小时55万吨混凝土，我看除非他先变出来。现在啊，我看他把自己埋进混凝土里最好了。早就说这样的小公司打肿脸充什么胖子？这也不是人家神锋建筑的问题，怎么能什么都怪在神锋建筑头上？怎么不怪啊？既然没这本事，就别装大爷。现在都没法收场了，这神锋建筑就是猴子请来的逗逼。他在危难关头接下这个工程，你们就知道在网上敲敲键盘，有什么资格说他？主播上面那个不会是秦风的水军吧？他有水军滚啊！反正现在，除非他能立刻变出混凝土，不然6天之内绝对不可能完成。爸，秦风的事儿，你能不能再帮帮他？混凝土的事儿真的不怪他呀。我知道，可所有人都只看事情的结果，该帮的爸爸都已经帮了。接下来就只能看他自己了。
爸。乖，爸爸还有事儿。好。不行，我得去秦风的工地看看。别管家，备车。按道理我的话应该能引起话题啊，怎么知名度提升的还这么慢？难道说我在水城的知名度已经到顶了？哪个是秦风？赶紧给我滚出来！哎，这里是施工现场，无关人员不要进入。什么施工现场？我们可都看新闻了，1个小时55万吨，吹什么牛逼？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赶紧给我收拾收拾，滚蛋！就是，还搞那么大声势，把路都给挖了，结果呢，就是个傻逼。我们呢，还不如早点离开水城避难去呢。秦先生，你刚刚1小时55万吨的言论已经引起了极大的反感，现在有很多情绪不满的群众正在赶往现场，请问你要如何给他们解释？秦总，现在整个水城的人都知道咱们混凝土不够，只要石上来闹事儿，咱们只能办。王浩大哥，来一下。家人们，秦总叫我们去看秦总到底要做什么。你的这个直播可以发到外网上吗？可以是可以，都 OK。那麻烦你把我说的所有的话全部发出去。那麻烦你把我说的所有的话全部发出去。秦总，你确定？这直播内容一旦发到外网上，那到成完成，可就丢人丢到国外去了啊！放心，我既然说到，肯定就能做到，全部发出去。这秦风在国内丢人还嫌不够，还要把脸丢到国外去吗？哎呀，足不犹豫啥子嘛？行。对呀，我倒要看看这个秦风要玩出什么花来。我发完了，秦总，你到底要做什么？你等着看好戏吧。既然国内找不了多少知名度，那我就去国外找知名度。你们烧到了吗？有个龙国搞建筑的，居然说1小时内能造出55万吨混凝土。这个龙国老板纯胡说，翻阅历史，只有我国的罗马能这么快建成。你们代理的历史是不是真的还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个老板不像在开玩笑。哦，这样的工程只有在我们漂亮国才能做到，龙国这个建筑公司根本不可能做到的。漂亮国别自欺欺人，龙国的基建水平早就是世界第一了。但是1个小时55万吨混凝土还是太夸张了，是不是字幕把公斤翻译成吨了？龙国基建水平怎么可能第一？我们才是全球第一。上次我们花了半个小时就造了200万吨的混凝土。我又在做梦了，你们的技术都是我们传过来的，我们才是全球最厉害的。但是再厉害也不可能1小时造出55万吨混凝土。怎么不可能？龙国从来没让我们失望过。支持龙国老铁。反正我是不信，肯定就是龙国吹牛。要是他真的1小时之内造出55万吨混凝土，我就认他做亲爹。秦总，刚刚不管是上面转发评论，都已经超过了1000万，你这一下真是火到全球了呀！我保证1个小时之内，所有混凝土出现在大家面前。以前有一句话我还不信，果然是同行的都是傻逼。没想到我们还没动手，这个秦风居然自己把自己搞死了。我原本以为他是多么了不起的人，没想到是个大傻子。居然发到外网上，让全世界看他丢人。哎，你干嘛呢？他既然要丢人，我们何不帮他一把，给他买波流量，让更多人看到龙国出了这么个傻子。对，让全世界看看这个不自量力的家伙是怎么丢龙国的脸。我去，秦总，刚刚点赞评论一下子又增加了几百万呢，你这下真是火了呀！恭喜宿主知名度到达1000万，可兑换混凝土加工厂。终于搞定了。事情都这样了，你怎么还有脸笑得出来？现在全世界都知道这件事了。你要丢人，竟然还拉着龙国一起丢人，像你这种人根
本就不配待在龙国。赶紧给我滚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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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先生，你知不知道你的行为已经对龙国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你是否要收回1小时55万吨的离谱的承诺？1小时55万吨，确实挺离谱的。那您是要承认自己无法完成的是吗？不，我的意思是，我会在1小时之内造出155万吨混凝土。什么？秦总居然说1个小时之内制造155万吨混凝土，不愧是秦总，秦总牛逼！扯淡！先不说他哪里弄来那么多，一车罐车顶多也就能装30吨，那就得要5万台的罐车，整个省城还是都没有那么多吧？哎呀，我看他就是纯粹为了博眼球。主播你居然还配合他，被人利用了还替人博眼球，傻逼！155万吨，那他妈可是混凝土，不是你随地挖的黄土。我看你连55万吨都费劲，而且我还是按照最低标准10公分的厚度来计算的。各位，我们神风建筑秉持的传统就是优质的工程质量，区区10公分的基础建筑根本就不符合我们神风建筑的理念。我保证，河道的混凝土浇筑厚度绝对不低于20公分。秦先生，您说的是真的吗？155万吨可是原来体积的3倍。你要知道，你要是无法完成的话，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吗？秦总，你疯了吗？20公分的混凝土，那不是翻了一番吗？咱们现在连最基本的55万吨都搞不定啊！各位，如果你们不相信的话，请大家给我1个小时的时间。现在12点，1点之前把155万吨混凝土完整的摆在大家面前。凭什么相信？我看你是要跑吧？我秦风拿名誉担保，1个小时之内，我绝对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交代。你的名誉是他妈几个钱？来人了，把他给我抓起来！撤！那算上我呢？丫头，你谁呀？沈小姐，你怎么来了？沈小姐，这么多年老同学，这么叫有点见外了吧？回头我还专门过来帮你。沈同学，刚刚你也帮了我很大的忙，我怎么再好意思找你帮忙呢？啊！你再这么说，我可就真生气了。再说了，我刚刚也没帮你什么，我特意过来给你做担保，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啊，同学是吧？你知道这个秦风刚才说了什么吗？这件事情可不是你个小丫头片子能担保得起的。秦风不仅拿我们整个水城居民的性命当儿戏，还给整个龙国丢人，你让我们拿什么相信他？那我用天龙建筑的名誉做担保呢？天龙建筑？你说的是全国第1的建筑公司天龙建筑？不然呢？还能有第2个天龙建筑吗？你是天龙建筑什么人？你凭什么用天龙建筑做担保？我想起来了，我在新闻上看到过，你是天龙建筑的千金大小姐。各位家人们，天龙建筑的千金大小姐居然亲自来给秦总做担保啊！如果秦风真的逃跑，或者1点之前没有拿出155万吨混凝土，那么水城居民所有的损失都由我天龙建筑来承担，这样可以吧？沈同学，这件事情不能再拉你们天龙建筑下水了。放心，你的能力我心里清楚。再说了，你不是从来都不会让人失望的吗？那是自然，我秦风说到做到。既然有天龙建筑的大小姐做担保，我们也没话说。但是我丑话说在前头，1点之前，你们要是拿不出来155万吨混凝土，我们谁的面子也不会给。大家说对不对？对。各位放心，如果1点之前我没有带来承诺的混凝土，我神风建筑愿意承担全部损失，并且承担水城居民出城避难的费用。这可是你说的，现在是12点，如果1点之前你搞不到混凝土，我们就先拆了你这些破玩意儿。好，一言为定。那我走了。家人们，你们觉得秦总能在1个小时时间内弄到几百万吨混凝土吗？主播，你现在是脑残粉吧？这种话你也信啊？我看他就是找机会溜了。我要是水城人，我现在就揍死他。反正还有1个小时的时间，我们静态事态发展。宿
主秦风，财富4465.56万，知名度1123.42万，可购买价值1000万知名度混凝土加工厂。兑换。老板，您有什么吩咐？我有一个工程需要浇筑混凝土。您有图纸吗？我们会根据您的图纸做出规划。C30商用混凝土，浇筑厚度20厘米，包含河道底部、两侧、两岸5块，面积共计60万立方米。按照每立方米2.4吨进行计算，一共需要144万吨混凝土。刨开成本损耗，预计需要150万吨，系统会为您浇筑完成。别凑整了，说了155万吨就155万吨，多久可以完工？如果没有其他人在场的话，我们会立即完工。提示：所需原材料需要宿主在限时1:1购买，以防止系统被别人发现。这个我知道，我会找人处理的。如果没有别的话，那就立刻安排吧。直接就好了，就跟打游戏一样。那要是别人在场看呢？我们可以根据您的时间匹配员工数量，绝对不会让人看出问题的。好，那我先走了。等第一批水泥装成后，我送来。没有问题。1个小时时间快要到了，家人们，你们觉得秦总能弄到155万吨混凝土吗？你这个主播脑子有病吧？人造跑了，居然还真能着！举报你，傻逼！你们爱举报就举报，我告诉你，反正啊，我就信秦总。这个主播确实傻逼，明摆的不可能的还无脑支持。反正你们不在，我在现场，我看到秦总做的这些，我呀无脑信秦总。他要没跑，我给你送2个嘉年华，不然你直播吃。这可是你说的啊，到时候可别赖。哎，你们要干什么？刚刚可是说好的1点之前弄来155万吨混凝土，要是弄不来，你们立刻停工滚蛋。这可是沈小姐刚刚做下的担保。距离1点还有1分钟。就算多给你1分钟，就能怎么样呢？你不会以为我们真的相信那小子的鬼话吧？沈小姐，我们已经给足你面子了，但是我们整个水城居民的性命，你怕是也担待不起吧？这个工厂可是陈总督指派的，你们就是有不满，也要得到上级的批示。陈总督又怎么样？现在已经不单单是我们整个水城的事了，还涉及到整个龙国的颜面，陈总都敢阻拦，一样要担责。大家说对不对？对。无论如何，你们也要等我们秦总回来，我相信他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的。他一个快倒闭的破电视公司老板，能给出什么解释？像这种骗子，就该判了无期。秦总不是那样的人，大家再等等，他既然说能做到，就一定能弄来混凝土。连天龙建筑都搞不到混凝土，他肯定搞不到。不停工是不是？来，把这些车全部给我接下来！你们这是聚众闹事，是违法。我们是为了水城人民着想公开。看到没？我就说跑了吧，主播，你要是不直播吃，以后你要直播我就举报你。秦总，秦总回来了。闹什么呢？秦总，你们要的混凝土来了。这真的都是啊。C30混凝土，这里有50万吨，怕影响交通，后续的都停在城外了。你们要不信的话，可以去城外看看。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我说什么来着？秦总就是牛逼。假的吧？1个小时之内怎么能弄来这么多混凝土？必须检查过才算，万一他拿空车糊弄我们呢？你们可以一个个的去检查，但凡有一个空车，我愿意负责。但如果没问题的话，我一定会追究你们的故意闹事责任。刚刚说要刷嘉年华的那个人呢？人呢？你的嘉年华呢？跑了。哎，我可没说一定要啊，是他自己怂了。都看到了，你们现在可以去检查是不是空车，但是你们如果再闹事儿，我们就要追究你们的法律责任。秦总，
我们也是为了全城的居民的安危着想嘛。哎，就是，如果你们能保证安全完工的话，我们自然也不会多说什么嘛，是不是？等什么？开工！开工！秦总，您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搞到如此大量的混凝土呢？水城所有的混凝土都已经用完了，请问你是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弄到上百吨的水泥呢？这个嘛，是我们神风集团的工程秘密。在这里，我就要告诉你，别人能做的，我们神风建筑能做；别人做不了的，我们神风建筑依然能做。这就是我们神风建筑的实力。行呀，秦总，没想到你真的做到了。哪里呀？要不是沈大小姐您，刚才那些人我还真没办法。你少来，以后喊我心妍听见没有？不过这真的太不可思议了，你是怎么做到的？这个嘛，山人自有妙计。不说拉倒，我还不稀罕呢。原来罗马真的能一天就建成。代理网友别自我陶醉了，那是属于龙国的罗马。哦，这个龙国太可怕了，以后一定是我们漂亮国的最大对手。他们早就是了，也就是你们漂亮国自己还在做白日梦。才155万吨，我们可是1小时200万吨，勉强算是基建第2强国而已。这个混凝土原料都是我们发明的。真不知道政府为什么不去申遗？就你们皮大的地方，最多的就是漂亮国出去，哪来那么多原料？这就是龙国自己牛逼，那个霓虹国呢，还不会去认爹？切，怂了！秦总，您看，您现在可是在全世界都出了名了。没想到一下子又涨500多万，只要全世界都知道我，还有什么工程是我做不了的？秦总，您看，您现在可是在全国都出了名的。这到底怎么回事？这可是我们水城所有建筑公司联手要搞定的事儿。他到底哪里搞来那么多混凝土？刚刚还叫我不要生气，怎么火气比我还大？刚刚是哪个混蛋把他的视频发到外网的？这下好了，他可在全世界出名了。我们以后怎么压住他？你刚刚不是还给人买了流量？啊，好吧好吧。瞧你那样，你想复杂了，想对付他很简单。简单？他连155万吨混凝土都能搞来，我们还有什么本事阻止他？你想，他没干活就得加油，咱们不给他加油就完了。说的也是，车子开不了，有再多也是废铁。水城加油站我有关系。只要他们加不了油，就算天龙建筑给他们撑腰，也怪不到咱们头上。开工！看看，这速度，这效率，我现在无脑跟风神风集团，哎，你们能拿我怎么着？来，说话，小黑子。主播有远见，牛逼！秦总，你到底从哪弄来的这么多混凝土？而且这工人的速度也太快了。这个呀，您就别问了，您只需要知道，只要我完成了这个工程，以后在水城的地位也就算是稳住了。只不过我们好起来，肯定有些人不乐意啊。今年混凝土的事儿，肯定是有人故意在后面捣鬼。我也拜托副都去调查了，等工程完事后，我找他们一个个的算账。秦总，刚刚车队来消息，整个水城加油站柴油都用完了。什么？没油了？没油我们还怎么继续开工？你们这几百台设备，如果没有油，那就是一堆废铁。你们怎么能保证按时完成工程呢？秦总，刚刚您说的是真的吗？请问如果没有油，怎么样在6天之内完工呢？水城没有，就到隔壁县城去拉呀！我都问过了，别说周边县城，就周边市区，柴油也在石峰柱一线全部卖完了。就算要补油，也到明天中午去了。那么多柴油，怎么可能一下子就卖完了？肯定是有人故意捣鬼，让我们动不了工。我们的油还能维持多久？已经有30-40台100吨瓦停工了，照这么下去，出不了半小时，所有设备都会耗尽。大伙儿都听听，他们还只能开工半个小时了。半个小时？那就是说我们的工地得停工1天。如果暴雨提前来了，我们整个水城怎么办？我刚刚就说了，就不能让这种小公司接手，赶紧停工！
各位，我说过，如果不能按时完工的话，对水城居民造成的一切损失，我一定照价赔偿。别说别的，如果暴雨洪水把这些东西全部冲到我们的房屋，你赔得起吗？趁着这会儿车还有油，赶紧把车开走！别跟他们废话了，他们不开，我们去开。走！都住手！不就是油吗？交给我好了。这是龙国的工程，你们现在属于寻衅滋事，你们就不怕受到法律的制裁吗？沈小姐，我们知道你和秦风是同学，可是这毕竟关乎整个河道工程的进度，他们现在没油了，没法开工，你让我们怎么相信神风建筑能够确保按时完工啊？不管多少油，我天龙建筑都帮神风建筑出了，这样总可以了吧？哎呀，沈小姐，刚才你也听见了，现在目前整个省城都没有油，就算从外面调，一时半会儿也调不过来。你们以为我们天龙建筑的实力能跟一般公司的比吗？不出5分钟，油马上就送到。沈小姐，你别开玩笑了，这可是5、600台设备车，你知道需要多少体量的油才能保证运作吗？秦安，你的好意我心领，但是这是神风建筑的事情，你们天龙建筑不要再趟这滩浑水。怎么不信我？虽然混凝土的事情我帮不上你，但这件事情还真就只有我能帮上你。让他们过来。拆过来。这些是为神风建筑准备的柴油，要多少有多少。这些是为神风建筑准备的柴油，要多少有多少。你哪来这么多柴油？我爸爸说，以你们的工程量，水城的柴油可能会供应不及，所以我一早开始就准备好了，保证你们10天无忧。你是说这些柴油都是给我们的？怎么样？我们天龙建筑不比你差吧？那是，天龙建筑天下第一，沈大小姐最厉害。还没完呢，我还有个礼物要送给你。就是这个人，带头买空了水城以及周围城市的所有柴油，正好被我们抓住了。果然是有人在背后搞鬼。我就说，整个省城那么多加油站，柴油怎么可能一下子就卖空了？快说，到底是谁让你这么做的？哇，看，我就说吧，这事儿怎么可能那么巧？什么坏事都让神风建筑干上了。这可是关系到整个水城居民的安危，到底是哪个缺德鬼这么做？肯定是有人看神风建筑这么厉害，见不得他们好了。万恶的资本家根本不把百姓的命当命，一定把他们都抓起来。神风建筑接的可是国家级的工程，你蓄意破坏，最高可以判无期徒刑。你确定不说吗？我说，是正风建筑的陆总，还有高远镇的高总，他们让我做的。他们把神风建筑工程结束了以后，抢他们生意了。还真是有人在后面搞鬼啊！那混凝土的事，是不是也是他们安排的？他们本想让修理厂拖着你们修车，可没想到来了这么多人帮忙，他们只好想办法让你们搞不到混凝土。哼，可秦总本事通天，居然连150万吨混凝土都搞得到，他们也只能买空所有柴油，让你们工程车停止运行了。这个工程关系到整个水城的安危，你们这么干，良心不会痛吗？你冷静点，他们还做了什么？他们还叫人来故意闹事，阻止你们开工。喂，你别乱讲，我们也是为了全镇的安全才来的。你们就正走就来闹事的，这我亲口跟我说的。你放屁！好了，是真是假，执法队来了会调查清楚。带下去。这个正风建筑什么人啊？这样的事都能干，真是缺了8辈子大德了。我是水城人，我知道这个正风建筑算是水城最大的建筑公司，没想到居然为了钱这么丧良心。赶紧把他们都抓起来，这种人就该枪毙。就是。你们几个还留在这儿干什么呢？小芳，你赶紧带着车去拇指山那边加油，咱们得更加加紧时间了。好，我这就去。好，这次啊，真的是非常感谢你。如果没有你的帮忙，以后还不知道他们要捅什么娄子呢。感谢我？那你准备
怎么感谢我？有多少钱？到时候报给老孙，我一并转给天龙建筑。还是老样子，一本正经。算了，实话告诉你吧，我是受人之托来考察你的业务水平的。考察我？谁啊？当然是个大项目了，是谁嘛？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怎么样，感兴趣吗？天龙建筑的千金介绍的项目，那一定是一个非常大的项目。如果能接下来，我们神风建筑就算是真正重生了。怎么，不敢接啊？就没有我神风建筑不敢接的工程。看来这暴风雨比我们想象来的要更快了，我们要加快速度。那几个惹事儿的不处理吗？工程要紧，等完事以后，我会亲自联系陈总部，好好教训他们。那个争锋建筑真不是东西，以后坚决抵制他们。对，坚决抵制水城的败类。以后他们还怎么可能有活？这群人都该抓进去坐牢。你能不能别转了？老郑，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啊，现在倒好，你安排的人被抓了，全网都在声讨我们，陈总督不会放过我们的。怕什么？你看这天色，你觉得这老天爷还会给他们6天时间吗？你是说，我刚刚确认过了，这场暴风雨怕是要提前了。我就不信这秦风还能再加快工期。一群见利忘义的畜生，居然敢在河道工程这种大事上动手脚，还有良心没有？等河道完工，一定给他们好好算一算。陈总督，省里的气象安全专家齐教授来了。省怎么忽然来人了？先去看看去。齐教授，你怎么来也不提前知会一声，我也好准备准备啊。事态紧急，没时间通知啊。究竟发生什么事了？过几天将会有场特大暴雨，你们水城会成为重灾区，这一点你应该知道。那是自然，我已经安排下去，日夜不停挖一条输水河道，保证6日完工。6天可能来不及啊！根据龙国气象的报道，这场暴雨恐怕最快明天傍晚就要降下。明天啊？所以你们只有1天的时间，时间紧，任务重。如果不能按时完成，还是尽快疏散水城居民。可听小秦说，现在河道挖掘速度非常快，如果现在停工的话，那所有的消耗不都浪费了吗？这关乎到整个水城居民的安危，哪是能与金钱来衡量？这万一暴雨对水城居民造成了损伤，你们怕是就地免职都不足以谢罪。那我不行，再给他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工期。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怎么现在电话打不通了？我可听说承包这个工程的建筑公司是你们水城一个不入流的小公司，他居然肆意的在网络上大放厥词，你可知道这都造成了多大的影响了吗？齐教授您放心，虽然神风建筑现在只是一家小公司，但是小秦的父亲以前是水城拥有百吨王车队最大的建筑商，我相信这个工程只有神风建筑才能完成。以前是以前，现在连电话都打不通，你叫我拿什么来相信你们？是，可能现在他太忙了吧，我要不去工地找找他，保证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不需要答复，我也只是来给你们提个醒，希望你们以居民为重，量力而行。是。话已带到，我也就先走了。这小秦怎么也不接电话？要不你立刻去趟工地，来不及的话，让他立刻停工，撤离居民。秦总，你这是从哪找来的浇筑工人啊？这效率也太快了，按照这个速度，2天就有可能完工啊！以我的经验看啊，用不了2天，估计明天晚上就能完工了。小房那边呢？秦总，我刚刚去了咱们五指山工业那边的工作比咱们这边还要快，让我推算，应该要不了6天。各位，这位就是咱们水城的英雄秦风，秦总。秦总，
现在直播间已经有300多万人都是支持你的，要加油啊！我不是什么英雄，我也只是想为水城尽自己的一份力而已。你到一边去，我们还要商量工作。好，我们不打扰秦总啊。我们直播间将持续关注工程，直到完工。大网红，这可是连天龙建筑都无法保证能够按时完工的工程，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那不还得靠沈大小姐的鼎力相助吗？要不然我们怎么会能有这么快的效率？可别胡说八道啊！我帮了你多少，我心里有数。看来我果真没有看错人。赵叔，你怎么来了？我还想问你呢，怎么电话都不接？没电了，不好意思。赵叔，听我说，省里马上派专家下来，说最快明晚就要降雨，要求你明天傍晚之前就要完工。赵副都，您是说明晚将下特大暴雨？这是真的吗？你怎么搞的呢？怎么会有气震？赶紧让他们离开。刚刚听您说明天晚上就会下暴雨，那是不是神风建筑必须得赶在明天天黑之前就完工呢？这都不知道是第几次反转了。本来6天的工期变成了3天。 6天变3天，那根本就不可能完成啊！我觉得大家还是别抱希望了，赶紧离开水城避难去吧。可是神风建筑一次次在创造奇迹，你们对他们不抱希望吗？抱什么希望？这要是能完工，就不是龙国速度了，那叫宇宙速度。不知道是第几次反转了，本来6天的工期变成了3天。老郑，你是真厉害，居然被你说中了。这下这秦风彻底是没机会了。只要他们没办法按时完工，这样所有人的矛头只会指向神风建筑。到时候谁还会记得咱们做了什么？高，实在是高。秦风这小子想跟我斗，还嫩点儿。秦总，您还敢下这样的保证吗？小秦，你给我一句准话，明天到底能不能完工？我好及时的疏散群众。赵叔，既然您都这么说了，那我跟您说句实话吧。要是想明天傍晚完工的话，那不可能。秦总，难道你现在是建议整个水城的居民都撤离出水城去避难？现在撤离的话，那之前的开销全都浪费了。请问谁来承担责任呢？谁都不用承担，因为明天早上8点，我们就会完工。你确定？明天早上8点，请各位领导验收。我明天走吧，我明天走。秦总说明天上午就能完工，牛不牛掰？我问你们，牛不牛掰？不可能，现在这个速度已经是奇迹了，绝对再快不了一点儿。他要明早能完成，我连续1个月直播吃。秦总，您确定明早就能完工？那要是你无法完成，这该怎么办呢？如果我无法完成的话，我不但承担所有居民的损失，并且我还承担一切法律责任。秦总，您确定明早就能完工？那要是你无法完成，这该怎么办呢？如果我无法完成的话，我不但承担所有居民的损失，并且我还承担一切法律责任。你说这小子是不是疯了吧？啊，明天早上完工，怎么可能？他既然求死，那就成全他。马上让媒体把这篇报道发出去，明天我要让他身败名裂。明天就能完成，除非就是比这个多1倍的挖掘机。这小子就是个小丑，我们还是早点撤离吧。先生，2天完工我估计是最高限，再快就不让我。小秦啊，你可以不用这么着急，我可以帮你拖到明天天黑。我秦风从来不说没有把握的话。明天上午8点，我恭候大家来验收。好，既然你这样说了，我就如实回复。小秦啊，咱们水城的未来可全系在你的身上。好，既然你这样说了，我就如实回复。小秦啊，咱们水城的未来可全系在你的身上。放心，赵叔，我绝对不会拿自己的家乡来开玩笑的。
只是工人们赶工很辛苦，您看这尾款，只要能按时完工，工程款立马回复。那就先谢谢赵叔了。希望这一次别让我失望。秦总，以现在的速度，如果要明早着完工的话，除非再多出至少50台挖掘机啊！是啊，秦风，你刚刚真的太冲动了。现在已经马上傍晚了，就算我现在联系我爸，让他给你限调挖掘机，那也已经来不及了呀。不用这么麻烦，我如果每次都需要你帮忙的话，那咱们展示出我们神风建筑的实力。先回去休息吧，明天过来跟我们一起验收。现在看来，秦总又要挑战不可能了。我越来越期待明天早上。主播，你就别播了，这人就喜欢吹牛逼呀，也就是你跟着瞎起哄博流量。现在的网红为了赚钱，什么没良心的话都敢说，这不明摆着不可能的事儿吗？赶紧去避难吧！哎，你们看清楚了啊！打赏功能我已经关闭了，我无条件支持秦总，而你们不行。我明天早上一起来我就直播，哎，到时候工程没完成啊，我直接就是退网啊！看来真是个真爱粉啊！主播，我顶你啊！欣言，谢谢你。怎么还跟我客套上了？我是真的担心你，明天早上之前能完工吗？那你明天就来看看我们神风建筑的实力吧。看来是我多虑了，不愧是我看上的男人。我就先不打扰了，那我就先回去了，有事随时联系。哎，欣言，我其实还真有个小忙需要你。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没有给主播点赞关注的，给主播点赞关注。明天一早，我们一起来看神风建筑究竟能不能按时完成工程。你说这小子会不会真有可能明天早上完工？这家伙诡异的，到现在就没有他做不到的事。咱们得以防万一呀。这样，明早我们也一起去。要是真完成了，我有办法对付他，绝不会让他有机会爬到咱们头上。宿主秦风，知名度为1086.33万。再兑换50台挖掘机。您的兑换已经完成。我们还有多久完工？以宿主如今的工期速度，应该还需要12个小时能够完工。就算最快的时间，也得明天早上10点钟才能完工。还有什么可以加快速度的？哎呦，小好渣，这么晚了还没休息？老爷子，怎么又是您啊？我说了，今天还会来看你的，没想到这么快啊！老爷子呀，天黑路难走，您呀还是赶紧回家休息吧。不急，哎，给根烟呗。也不是我要说你，这明知道路是你挖的，还不趁着泥沙没有运走之前，把路先填了。老爷子，你可真是我的福星啊！小宝，来岸上一趟。怎么了？你知不知道，按照现在的进度，怎么也得要明天10点才能完工。我就说你没必要吹这个牛。不用着急，我们只要把挖出来的泥沙直接用来填平公路，再跟河道同步浇筑，这不就把运送泥沙的时间和最后修路的时间都省了吗？对呀，正好我们混凝土也足够。也不对，那压路机怎么办？宿主可解锁压路机，购买需要100万知名度。设备的事儿，你也就放心吧。你就说，省了多少时间？按照马路宽度，要跟浇筑同步进行的话，节约2个小时不是问题。哎呀，那就足够了。秦总，果然还得是你啊！我想了半天的问题，你一下就解决了。这呀，
还是要感谢谁啊？人呢？不管了，你先去准备吧。好。兑换，亚路基。兑换成功。秦总，设备车都已经撤完了，真没想到啊，还将就完成了。走，准备验收。好。老赵，你确信小秦能按时完工吗？我刚刚问过了，咱们的质检员现在已经在现场了，就等着咱们呢。光是河道可不算，还有开工时挖的公路，要是修不回去，也无法验收。万一暴雨一来，快看快看，路面都已经修复好了。我就说嘛，小秦这个人你可以放心的。哎，看到没有？我说什么来着？主播就是头铁，就相信神风建筑能完成。真的完成了！主播，你用了特效做背景吧？什么特效啊？来看哈，都是真的。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就完成所有工程？这家伙不会有挂吧？之前那个要倒立吃死了还在不在？轮到你了啊，赶上！别着急啊，还没验收呢，说不定有问题啊。小秦啊，还真不错，真就在一夜之间完工了，了不起。毕竟啊，关乎到水城的安危，我就算不吃不睡，也得加班完成。听说秦风的混凝土是昨天拉来的，一夜之间完成所有浇筑，不会有什么问题吧？你们几个怎么来了？陈总督，就是他们故意捣乱工厂，你可千万不要相信他们。老孙，咱们认识这么多年了，你可不能血口喷人啊！你们神风建筑为了水城做这么大贡献，我们可是特意来祝贺你们的。有没有你们自己心里清楚？我们已经汇报给陈总督了，他一定会调查清楚。我们已经汇报给陈总督了，他一定会调查清楚。陈总督，你可别听别人胡说呀！我们都是本地的建筑公司，怎么可能损坏本地的名声呢？陈总督，之前天龙建筑帮忙抓到的那个人已经交代，就是他们故意买空混凝土和柴油，这不是想拖延我们的施工进度又是什么？我们是害怕你们头一次接这么大的工程会有什么疏漏，故意提前给你们准备好了原材料，但是你们自己准备了原材料，才引来这么大的误会嘛。而且这么快弄来原料，也不知道合不合标准，这也是我们非常担心的。真有你们这种无耻的人！原来是这样，那我可能误会几位老板了。小秦，也不是我说你，你怎么就不等我们把混凝土送来？这临时弄的混凝土，万一有什么质量问题，影响的可是整个水城的安危啊！下次有工程，我一定及时听取各位前辈的。但是我的混凝土，各位可以绝对放心。那是，就冲着小秦敢接这个活，我就很佩服他的勇气。就算质量有瑕疵，情有可原嘛。陈总督，质检完成了，快拿来我看看。怎么会这样？怎么，陈总督，是有什么问题？是啊，您快说。不管有什么问题，咱们几家大的建筑公司都在，能补救就及时补救啊！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陈总督到底怎么了？让我看看。不行，让我再看一下。现在河道工程最重要的初步质检已经完成，但是看陈总督的样子，他似乎很惊讶。你们猜究竟是什么问题？那还用说，3天挖60公里，质量肯定不行嘛。如果质量不行，到时候一下雨反而更危险。陈总督，质检结果到底怎么样？是不是质量不合格？这根本不能用合格来形容啊！什么？难道说这次的混凝土质量极差？小秦啊，你还是太年轻了，看看你这是弄的。还好有我们这几个老家伙在，不管出什么问题，说出来，咱们一起想办法解决。只要能帮忙补救，就及时补救，大家不要慌啊！无论如何，小秦能用3天不到的时间完成了河道的治理，照我看来已经非常了不起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呢，咱们加固就是了。这次这暴雨降水量是几10年来最大的一次，恐怕万一有什么不慎，就会出现严重的塌方，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哎呀，小秦啊，你不能为了赶时间，用这5大公尺来敷衍吧？哎呀，你们理解错了，
这不是不行，是实在是太行了。这不是不行，是实在是太行了。陈总刀，让我看看。对30级的混凝土，20公分，还有富裕渗水保护和强度达到顶级，用50年都不会出问题。这不是合格，是简直太优秀了。这怎么可能？短短2天半，他们都做出这样的强度。我们反复检测了2遍，绝对不会错。难道你们希望工程验收不合格？那我们也是为了这个水城的居民安全着想。那做我们这一行的都知道，常常会把某一部分做得特别好，用来应对质检部门，这都是老手段。看来高总的老手段知道不少啊。那是，那我们高远建筑就是以这种偷工减料、应对检测的手段来作为反面教材，才有了今天的成就。知道也很正常。我们在60公里，每隔100米进行了1次检测，整体河道统一符合大坝规格，绝对没有质量瑕疵。照这么说的话，河道算是正式验收了，陈总督。那是自然，这么优质的规格，完全可以验收。评论区，我就说得相信神风吗？来，把666扣在公屏上。小钱啊，你果然有你爸当年的影子，了不起。客气了，赵叔，造福水城是应该的。只要以后这种活让兄弟们有口饭吃，我就很知足了。放心吧，小钱，以后我们有什么工程呢，优先考虑神风建筑。这一次算是帮了咱们水城的大忙了。我举报神风建筑利用河道工程吃回扣。利用河道工程吃回扣。郑总，您刚刚说的是真的吗？请问你有什么证据呢？姓郑的，你少在这胡说八道！我们神风建筑做的端行之上，绝对没有吃回扣。我手上这份是神风建筑的工程款收支明细，上面对于混凝土材料的购买渠道记录不明。我现在有理由怀疑他们购买的是黑市低价原料。155万吨的混凝土，按照市场上350亿吨的标准，起码得5亿多。这么大一笔资金，你不会真的吃回扣吧？小钱，这批材料你从哪来的？我总不能说是系统变出来的吧？因为省内的原料不足，所以我特意从外省进购的这批原材料。就算你从省外订购的，那进货渠道呢？预付款呢？难不成你为了吃回扣，故意从非官方渠道买的黑原料？我就说神风建筑这么一家小破公司，怎么敢接下这么大的工程？原来他是想利用这个项目是总督府的回扣啊！真不要脸！哎，你们能不能带点脑子呀？那刚都说了质量超好的，那黑原料那质量能好吗？一码归一码，就算质量好也是吃回扣。要是一直能够下去，哪个能保证下次质量就能过关了？连水城河道工程的钱都敢吃回扣，像这种人还配当建筑商吗？就该枪毙！秦总，难道说您真的从河道工程里面吃回扣了吗？请你给个合理的解释。小钱，还不快把事情解释清楚？你的材料究竟从哪来的？你的材料究竟从哪来的？我就说嘛，他们为什么不用咱们准备好的混凝土？原来是早有猫腻啊！你们连水城的救灾费用都敢吃回扣，对得起水城人民吗？谁说神风建筑的混凝土是从地下黑渠道来的？这是秦总找我们天龙建筑购买混凝土的票据。你们要是不信的话，可以随便去查。1亿的原料，天龙建筑怎么可能连预付都不收去帮他们？区区5亿而已，对我们天龙建筑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再说了，这是事关水城居民安危的重要项目，我们天龙建筑又岂是为了一己私欲、不顾人民群众安危的小人？其实还真有个小忙需要你帮。什么忙？我这次的混凝土呢，没有加工费，所以说我想借天龙建筑的名义购入一些原材料。就这么简单？这简单吗？一些原材料而已，只要不违法，对我们天龙建筑来说都是小菜一碟。明天我拿给你。只是陈祖农那里还没有给我们结尾款，可能得需要你垫付一下。不用说谢，你别这么客气，再这么客气，我真的不高兴了。昨天天龙建筑确实有来帮忙，说明天龙建筑和神风建筑之前早就有合作。现在你们还有什么想要说的？来，支持主播的扣1。现在看来，一切只是误会啊！当然是误会了，毕竟一下子要这么多的原料，我们也只能寻求天龙建筑帮忙。但由于太赶，没来得及做账，才造成这样的误会。
就算材料费对得上，那加工费和浇筑费呢？这些人应该不是天龙建筑的人吧？这笔费用怎么说？对，就算你们天龙建筑提供了原材料的购置费用，可也与实际支出的费用相差甚远。我看就是你们天龙建筑和神风建筑联手牟利。陈总督，您可一定要明察啊！说的没错，他们的收支记录确实奇怪，怎么能不算人工的费用吗？这里边一定有猫腻。秦总，你总不会说这些浇筑工人都是免费的？这么大的工程，少说也得几千万的费用，难不成他们会义务劳动？对啊，这60公里的河道，怎么可能一夜之间浇筑完成？这远超工程量的一般速度，不可能不产生费用啊！这是系统变出来的人，当然不需要收钱。但我该怎么解释呢？秦风建筑的整个工程都在全世界直播，有没有猫腻？大家看得一清二楚，有必要抓着这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不放吗？沈小姐，话可不能这么说。现在这个项目可是关乎到整个水城的重大项目，现在任何一笔开支，水城人民都有权利知道，怎么能说无关紧要呢？沈小姐从一开始就处处维护这个秦总，难不成这笔费用你们天龙建筑也有参与？你们这是恶人先告状！我们天龙建筑从来都不会做这种昧着良心的勾当。那可不好说，看你的样子，应该跟秦总的关系不一般吧？说不定你们天龙就是背后指使秦总这么做的。沈小姐，请问郑总说的是真的吗？难道说真的是天龙集团在幕后操纵神风集团偷吃河道工程款的回扣吗？这件事情跟天龙建筑没有关系，请你不要胡乱报道。秦总，你这么着急维护沈小姐，你真的和沈小姐有不同一般的关系吗？你们这些记者怎么一直见风使舵呀？就算秦总用低价完成了这个大工程，可它的质量有问题吗？他就该赚这份钱，而你们却一直抓着秦总问这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你们几个该不会是他们派来闹事的吧？想想人家不到3天就完成了这么大的工程，已经是劳苦功高了，没必要为了这点事儿抓着人家不放嘛。哎呀，再说人家完工质量这么好，能赚到钱是人家的本事。一个网红，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来人，把这个无关紧要的人赶出去！大家看清楚了啊！是他们串通起来，一起诬陷神风集团，想要抢了神风集团的功劳。辱骂大爷什么？把他手机牵来！你干什么？大家都看到了啊！分明是他们心虚。你要是真行得正，那就现场查呀！你这个网红不要胡说八道！没错，大家不要被他骗了。这个网红从一开始就替神风建筑说话，我看80%你也是神风建筑过来的。天龙建筑从来都不会做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勾当，更不怕你们查。沈小姐硬气，就可那么刚到底，全国网友都看着呢。沈小姐，虽然我们正风建筑比不上你们天龙建筑的实力，可也是奉公守法的企业。现在是你们的资金去向不明，怎么能赖到我们头上呢？没错，沈小姐，如果确实是天龙建筑提供了原材料，请您说明后续加工浇筑的详细情况。本来还以为这个系统是帮了大忙，没想到居然留下了这么大的漏洞，这可怎么解释呢？我可以作证，是我帮助神风建筑的混凝土浇筑，是我帮助完成的。这老道是谁呀？这2天好像在工地见过他，难道他身份有什么特殊的吗？张爷爷，您总算来了。这小伙子不错，我很喜欢。心妍，你怎么认识这个道士啊？他是我专门请过来考察你的。考察我？考察什么？小伙子，等工程验收结束以后，咱们再细聊。这位小伙子在用了不到3天的时间就把河床建筑成功，有功无过，不如呢大家给我个面子，往后我有事呢还要找他，再闹下去，大家都不好看。老道士，现在神风建筑拿的可是政府的款项，要是说不清去处，哪有那么容易结束？这批浇筑工人都是我派来义务支援神风建筑的。如果你要是觉得这笔款项有问题，大可以等验收工作结束后再慢慢调查。义务？你知不知道要完成这个体量的工程，起码要好几千万，哪有人无缘无故被义务帮忙？这话可以有问题的。这一城人的安危，岂能用金钱来衡量的？反倒是你们，这暴风雨就要来了，你们硬卡着不做验收，有点不妥吧？
就是啊，暴雨傍晚就要到了，你们还迟迟不让河道正式启用，你们到底有什么目的？赶紧验收了！对呀，有什么事儿也得先验收启用河道再说。他们这么拖着，总觉得有别的目的。河道自然要验收，可是我们不能白白放过任何一个水城的蛀虫。老道，现在当着全国人民的面直播，有问题，你担得起责任吗？道长，没事儿，这帮人诚心是见不得你好。今天老夫啊，就替你给大家掰扯掰扯。我看呐，在座都是有头有脸的人，想顾及大家一些面子，私下解决。既然大家想置于神风建筑于死地，那我们今天就在这儿把话说开了。不要胡说啊，我们只是就事论事儿。神风建筑如果没有问题，可以给大家证明清楚。对呀，我们只是想要一个真相，有什么问题？如果神风建筑没有问题，那当面解释清楚也不耽误时间，大家说对不对？对。是吗？你们是要说清楚吗？带上来。老钱，你怎么在这儿？小钱，你认识他？他是我神风建筑的外账财务，我当然认识他。可他为什么？小秦呐，搞建筑你没得说，但是你心眼太细了。你也不想想，你的工程流水，这些人是怎么知道的？强，咱们合作这么多年了，你怎么居然还吃里扒外的害我吗？老宋，我赌博输了30多万还不上，是郑总说，只要我把你们的工程流水给他，他就帮我还，我也没办法。看，人证已经来了。各位家人们，主播说的没错，这些人他就是做贼心虚。这个郑总真不是个东西，人家秦总为了水城劳心劳力，就他在背后搞事情。我还以为不给神风建筑油已经是底线了，没想到这么不要脸啊！水城兄弟苦啊，居然摊上这么不要脸的建筑商！你可不要胡说啊，我可不认识你。转账记录我还留着，就是正风建筑给我的。郑总，咱们也认识20几年了，你不帮我们就算了，干嘛还故意跟我们过不去啊？谁说的？毕竟这个工程关乎到整个水城，我也只是关心工程进度，担心怕你们动什么手脚。我也是一片好心，你们怎么能诬赖好人了？好人，这位就是郑总吧？事到如今，难道你还为自己辩护吗？邵老头，不要以为随便找会计过来就能污蔑我们，我们可是水城最大的建筑公司，想靠这种伎俩来污蔑我们，没那么简单。看来你们水城的地头蛇还挺厉害。老爷子，他们呀，就是这里的地赖，您算不上为了我和他们起冲突。没事儿，今天老夫到这看看，水城的地赖能硬到什么时候。带过来。带过来。想必这位大家都熟悉吧？当然，水城气球厂厂长啊，当时秦总就在他的气球厂里开的直播。老爷子，你把蒋厂长带过来做什么？你让他自己跟你说吧。就是郑总和高总，他们让我故意拖延神风建筑卡车的维修时间，让神风建筑无法按时完成工期。我就说找你去修车，你推三阻四的，原来是故意在拖延我们的工程。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哎，我都不认识你啊！你可不要胡说八道。几位建筑公司的老总，他们是为了不让神风建筑按时完成工程，怕他们爬到头上去，所以让我想尽办法阻止你们完成工程。这条河道关系到整个水城的排水问题，你们就为了一点私利，牵连全城居民命都不够了吗？我原本以为陈子都亲自交着这个工程，怕得罪了陈总督，但是郑总他说叫了很多记者来，一定让神风建筑垮台。你不要胡说啊！我们都是正规电视台的记者。说的就是，我们可是有记者证的正规记者。你再污蔑我们，我们要告你诽谤了。我有通话记录，他们刚到这儿就问气球厂的位置，就是为了难为秦总来的。其实我是很担心的，但是郑总他说有他在，陈总都不会把我怎么样。家人们，我是不是很有先见之明？就说这些记者有问题吧。主播666啊！主播牛逼，这一下真服了。你们这些媒体工作者，
不如实报道，还煽风点火，真是给我们媒体丢人呐！主播神预判啊！我要刷个嘉年华，主播太溜了。不用打赏，我已经把打赏功能关了。今天呢，就是想让大家看看这些社会败类。老郑，枉费我这么多年这么信任你，你怎么能做出这么缺德的事情？陈总督，我在水城这么多年也是奉公守法呀，你可不能仅凭一个臭老头在那胡说八道就冤枉我呀！冤枉你？你可知道这位老爷子究竟是谁吗？不管你是谁，你们现在就是空手无凭。我现在严重怀疑你们天龙集团为了进入水城，故意用卑鄙手段对付我们本地企业，以为这样就能让我们就范，门都没有。这可是你说的，这么多媒体在这儿呢，逮捕令，这个逮捕令够吧？大家看清楚没有？我是看清楚了，真的是一张逮捕令。我就说这个老道他不是凡人吧？哎，这老头什么人啊？居然直接拿出了个逮捕令！没想到一个工程验收居然能有这么多大瓜可以吃啊！什么？逮捕令？你怎么会有逮捕令？你到底是什么人？这位是龙国最高执法长张化元。张化元，这个名字我听说过，好像是龙国大名鼎鼎的最高执法官。他一向以铁腕著称。主播又猜对了，来，家人们给主播扣波666。原来是张执法长，小钱，你怎么能认识这样的人物？我不知道啊，我还以为他就是一个抽油烟的老道士。我都说过了，把事情交给我就好了，这回总该相信了吧？不可能，他怎么会是张化元？骗我的，一定是你们串通起来骗我的！你看清楚，这张逮捕令上有龙国编号的印件，怎么可能会有假？这个河道在挖掘的时候，老夫就来了。你们是怎么为难小秦的？我是看得一清二楚。现在人证物证齐全，哼，你自己还有什么说的？等回去再说吧。干什么？不要！这不是我干的，都是郑总干的。放屁！真是安排那个废物买空的柴油，我愿意自首。哼，狗咬狗一嘴毛，你们两个没有一个是好东西。像你们这种水城的毒瘤，就一定要受到法律的严惩。带下去！放开我！放开我！还有你们这些记者，我会通知台里严查，带下去。张执法长，我要谢谢你，要不是你，水城就让这些祸害们给毁了。要谢呀，还要谢小秦同志。老夫呢，也是不想看到为老百姓办好事的人蒙受不白之冤。的确，如果这次没有小秦在这种危机当中呢接下这个任务，恐怕暴雨来了将对咱们水城造成最大的伤害。所以说啊，小秦你是我们水城的恩人，好样的！作为一个水城本地人，为水城做点什么是应该的。那这工程的验收算合格了。你瞧，高兴都忘了。我宣布，河道工程验收合格。我去，不到3天就完工，神风集团这是神一样的速度啊！速度一流，质量也是一流。要是能让外国人看到这速度，一定会震惊他们的。终于正式验收了，来，没有给主播点赞关注的，给主播点赞关注一下啊！如果你们还喜欢这样的内容，主播将会继续拍水城的各种事迹。关注水城时事，为水城发声。我是水之眼。小秦，说实话，刚刚把工程交给你，实属无奈之举。好在没让我失望了。领导客气了，只是我那些兄弟们挺辛苦的。你看这尾款，你想，放心，1个周之内尾款悉数到账。我有事情先走了，就此告辞了。张爷爷，真有你的。那你这下放心把工程交给他了吧？当然，以神风建筑的速度，这项工程非他莫属了。你们在说什么呢？啊，对了，张执法长，刚刚
你不是说有事找我吗？什么事情？今天呢，大家都累了，明天上午咱们到水城酒店，我们再细谈。好。没有神风建筑，要不这么大的洪水，咱们水城肯定要完。要不是神风建筑，这次暴雨咱们村肯定完了。小贤，这次得亏是你，不然水城损失不可估量。好在陈总，你放心，我给你申请了水城杰出贡献奖，好好表彰你们神风建筑公司。多谢陈总督，这些啊都是应该做的。宿主秦风当前知名度2208万。河道完成后才涨了1000多万知名度，看来我在水城的知名度已经饱和了，还得接更大的项目呀。秦风，就等你了。来，什么情况？你先坐，等会儿你就知道了。各位，这就是这次龙国筑体国开山隧道的负责人，神风建筑的老板秦风先生。这就是水城河道工程的神风建筑老板，看上去很年轻啊！这么重要的工程交给他，真的可以吗？工程？什么工程？你不到3天的时间，就弄来了这么多100吨王和挖掘机，而且呢，在一夜之间完成混凝土的浇筑。哎呀，我对你们的能力非常满意，所以啊，我想给你一个新的挑战，看你呀愿不愿意接受。心妍，这个就是位于龙国的鲁国、铁国的一种山脉，为了疏通贸易之路，需要开山挖出一条高速隧道。我呢，代表龙国负责这项工程的监督。这个呀，我都知道，就是这困难都在什么地方？我就喜欢你这么直接。哎，心妍，天龙建筑承包了铁国的大部分基建，这座山是高速规划的必经之路，但是由于山川地质太软，稍稍有不慎就很容易造成崩塌，所以很多承包商都不敢接。这个做土壤硬化的，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只是可能要花7、8个月的时间吧。问题就是时间。铁国要在2个月后举行世界分会，所以必须在分会之前完成这项工程。我看了你河道工程的速度，我觉得放眼整个龙国，恐怕只有你能做到。于是我就向张掖推荐了你。只要你承接，现在立刻可以签订合同。听说铁国现在交通远不如龙国便捷，这个工程远比挖一条河道要困难得多。而且我记得神风建筑规模没这么大吧？这样的工程他们接得下吗？我能问几个问题吗？随便说。什么时候开工？明天就可以。这个工程的经费有多少？200亿，5+5付款。那我需要把我所有的100吨王都带去铁国才能工作。我立刻给你申请批文。那我要是不能按时完工呢？你这个工程是向全世界报道，如果你要完不成的话，恐怕你以及你的神风建筑要付出相应的法律责任。全世界报道。宿主秦风财富值1.85亿，知名度3528万1440，可购买解锁商品，价值5万知名度巨型挖掘机，价值10万知名度巨型拓石机，价值50万知名度巨型盾构机，价值200万知名度巨型运输直升机，价值1000万知名度混凝土加工厂，价值2000万知名度注浆加工厂。
价值100万知名度大型钻孔机。清风，虽然我相信你的能力，但这个工程实在是太赶了，你要是有压力，我也是可以理解的。那我要是不接这个工程，那这个高速工程只能是滞后。铁果呢，还可能选择其他国家的建筑商，甚至会很影响龙国的外交。不，我接。全世界吗？那我就根本不用担心知名度的问题。你确定吗？要是2个月内无法完成的话，谁说2个月？就1个月，我保证在1个月之内修好隧道高速。我们神风建筑的征途不止于龙国，而是全世界。